放着好好的寝殿你不住，非要住到这儿来。钟儿，看来你确实是很害怕本宫。我生母、母后都是被你害死的，谁知道你会什么时候加害于我？你恨的是我，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害你的父皇？你知不知道，若不是我把那杯毒酒换过来，你这一辈子都要背负着弑君杀父的罪名。你会遭受世人永远的唾弃。吴昊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我如此急迫想要登上皇位，便是为了能将你我之间的血债一笔笔清算。告诉你，我早就想杀了你，可恨我没你那般城府心计。今日我败了，我败了，这就是我的命，我的命。钟儿，当年你母亲把你托付给我，让我好好护着你长大，我没有食言，我是真的把你当作亲生孩子一样看待。你以为你躲在这儿，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？此刻你与我说这些，你觉得我会相信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知道你仇恨本宫，想要杀本宫而后快。这些本宫都不怪你，可是我唯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你要害你的父皇。你知不知道，就算你才智平庸，心性不良，可你父皇从来都没有动过易楚的念头。可是现如今，你却要杀了他，你要杀了你的父皇。钟儿，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于心何忍？就算父皇没动过易楚的念头，可你呢？你会放过我？不要再做无谓的争辩了，没用的。此刻，许敬宗李义府已经在太极殿上揭发上官仪等人的恶行。不过，阙楼一案的主谋，陛下是不会知道的。但是你要离开太极宫，我也不会再让你留在陛下身边。太子之位本来就应该贤者而居，你如今犯下大错，已经失去了资格。明日你就去见陛下，告诉他你要辞去太子之位，本宫会保你性命无忧。当年对你母亲的承诺，算是我食言了。若是你还听不进去我这番话，还想要继续作祟，告诉你，到时候本宫会亲自赐你一杯酒。
啊！臣许敬宗，臣李义府，特来向陛下请罪。请罪。你二人何罪之有啊？回禀陛下，臣有一份奏书呈与陛下。陛下，阙楼之宴开始之前，微臣就得知有人要刺杀皇后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来不及向陛下禀报，微臣便自作主张，换下了宴会上所有的食物和酒水，以及当值的羽林卫，还望陛下恕罪。这奏书上可谓证据确凿，朕也很清楚，这些门阀大臣们对皇后心存不满久矣。可是，上官仪、韩元、来济等人，皆在朝堂上浸淫半生，行事向来持重谨慎。他们会不会是受人指使？陛下，此事或许与东宫有关，不知微臣是否应该继续追查下去？东宫？你的意思是？钟儿，不可能。钟儿虽一向惧怕媚娘，可是也不至于下此毒手。你们大胆！启禀陛下，东宫方才送来奏书一份。也许你们二人的猜度是对的。钟儿亲笔上奏，希望请辞太子之位。传朕旨意，将上官仪加恩赐死，韩元、来济及其党羽革去官职，流放岭外，查抄家产。二位爱卿，今夜辛苦了，这便退下吧。臣遵旨。祝公公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将此奏书交给独孤及，命他彻查阙楼一案。朕一定要知道真相。遵旨。什么阙楼刺杀？这场子虚乌有的刺杀，分明是武后一手策划的，既逼得太子殿下退位，更让上官仪横死。韩元、来济两位大人流放，这女人分明是要置关陇门阀于死地呀！父亲大人，我们必须要反击了。冲儿，你可知道，在宴会之前，太子曾经秘密宣过，上官仪、韩元和来济。孩儿不知，就算刺杀武后跟几位大人有关，他们也是为了关陇门阀呀，不得不为之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刺杀武后，倒也是为大唐做了件好事。血而不发，待其时矣。是时候了，我
关陇世家和寒门、武后和为父的一切，该了断了。李大人，想什么呢？我是在想，你我二人今日能够站在这里，忆起之前宦海数十载的郁郁不得志，全都拜一个女人所赐。微臣参见皇后。李大人，为何要违抗本宫懿旨，执意要告诉陛下，东宫与这阙楼行刺一案有关？臣是替皇后着想。臣等灌木藤蔓，既然选择了依附于皇后，自然盼着皇后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，而前行之路上，难免需要清除一些阻碍。本宫佩服两位大人。半生受尽冷眼，却依然斗志昂扬。但如今一朝得势，难免会有一些妄行之举。许大人，多纳几房美貌的妾室原本是不打紧的，但若是你与子孙争风吃醋，随便安造了一个罪名，让陛下把你的子孙流放到岭南，然后客死异乡，你说？这该当何罪？臣一时糊涂。李大人，为了一个入狱犯案的美妇，私自让大理寺放人，而且不惜逼迫帮你放人的大理寺玉成自杀，你说，这又该当何罪？臣罪无可恕。不过皇后，臣和许大人对皇后一直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此番东宫之事，确实一时糊涂。从此以后，自当事事遵从皇后旨意，不敢有丝毫违拗。臣也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有劳两位大人。自上官仪废后之日起，就好像有人撒下了一张大网，在不紧不慢地放线，等待更多的鱼落入网中啊。没错，也许太子退位一事，从头到尾都在皇后计算当中。要这么说来，确实我们自作主张了。接下来他要扶起的是大王。莫要妄言，一切只是猜测罢了。这个女人的心思，岂是你我二人能够猜透？倒是你，以后不要擅作主张，否则咱俩的人头。只要咱们全力辅佐，皇后还能走得更远。到那时候，你我二人在这太极殿上的位置，就会离那座龙椅更近。还是先想想自己能够活多久吧。再来！
六弟，咱们不分胜负，到此为止。五哥，承让了。六弟好剑法。红儿、贤儿，你们两个过来。啊。母后。母后。红儿，刚才那一剑，明明可以刺下去，为什么要收手呢？儿臣方才是怕伤了六弟。很好，你有一颗仁爱之心，像极了你的父皇。以后，你定当要用你这颗仁爱之心，体恤天下的百姓才是，知道吗？儿臣谨遵母后教诲。母后，方才比剑的时候，明明是儿臣赢了。1个月内，将《春秋繁露》里面关于3纲5常的部分抄上10遍，呈上来交给我。母后，儿臣为什么要罚抄书啊？你是赢了，却是用一些小诡计来伤害你的亲兄长，所以母后要罚你。贤儿，你知错了没有？我，娘娘，2位王爷，方才上朝时，许敬宗大人按照娘娘的吩咐上了一份奏折，提议立代王弘为太子，满朝文武无一人反对。那陛下的意思呢？陛下说，容后再议。你已经多年不曾踏足这里，为何今日想要过来？曾经有一个人，是我亲手把他送上了不归路。后来我越来越懊悔，越来越自责，就来到这里，点燃了第一盏属于我自己的长明灯。后来，又有了钟儿的母亲，所以便点燃了第2盏灯。陛下，我曾经答应过他，要护得钟儿周全，可是我并没有。媚娘，我知道你一直认为自己欠钟儿的生母一个交代，可是钟儿这一次真的是太过了，想必他生母也不会怪你。而且，离开长安于他而言，也算是个解脱。不是，他很怕我，他怕我终会有一日，会为了贤儿，或者是红儿，登上太子之位而扫除障碍。他怕我会对他不利，怕我会废了他。或者杀了他。你不要怪孩子会这么想。自古以来，这么做的皇后实在太多了。媚娘，放心吧，我会封他为梁王，送他到凉州。他所获封的，会是普通亲王的2倍，2000户，已经足够他过上与在长安相当，或者更好的生活。
陛下，此灯，这盏灯是姐姐的。这些年，你一直惦着荣国夫人，她却始终没有原谅你。媚娘，你何以不告诉她真相？如果在我和姐姐之间，母亲始终会选一个人来恨，那我希望那个人就是我吧。你受委屈了。钟儿一走，太子之位空悬。我想从咱们的孩子里选一个当储君。那陛下心里，若循常理，红儿为嫡长子，是该立他。可是，若论文才武略、强悍刚毅，贤儿胜过于红儿。是以，朕更重意贤儿。贤儿确实很聪明。朕已拟好了旨意，若你也觉得好，朕明日便下旨。陛下，对于立储的事，媚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。说吧。当年先帝选择了陛下，所以承前李泰方得善终。吴王虽然身陨，但也算是死而无憾，比之先帝那一代的结局要好了很多。只有仁善者为君，才能让所有的兄弟得以保全，能让天下的黎民百姓得到更多的体恤。而红儿是最像你的孩子，所以媚娘恳请陛下能立红儿为储君。我就是怕这个孩子过于柔善，他未来为君之路会走得很艰难。就像朕一样。陛下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们护得了孩子一时，却护不了一世。哪有不谋而立的剑，不跌而飞的鹰？文韬武略皆可以习之，唯有仁善的本性，是学都学不来的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现如今本宫被禁足罚抄，何喜之有啊？宫中密探传来消息，陛下已拟定旨意，立殿下为太子，明日圣旨便该到雍王府了。你确定？此消息无误，我们的人亲耳听到，不会有错。好，好，来人，给本王啊不，给本宫备明日的新衣，快！
为什么等了这么久，这传旨公公还没有来呀？有消息了！有消息了，王爷，是不是传旨公公来了？不是。嗯，到底何消息？快说！圣旨传到了代王府，被立为太子的是代王。代王。王爷，还有一事。说。宫中传来密报，是皇后劝说陛下改立了代王。皇后。王爷，王爷，皇后。媚娘，你以姓氏禄代替了氏族制，等同于为寒门世子开辟了提拔之路，彻底解决了朕心中的烦闷。陛下，这姓氏录比氏族制多了足足100卷，所录姓氏却少了48姓，1364家。书中将5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，而且从此以后，凡是由兵卒以军功升5品以上者，皆可录入此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以姓氏录代替氏族制作为官修谱牒，便可以即刻消掉1000多家氏族为官的特权，而且为寒门世子的升迁铺平了道路。哼，以后哪怕出身为奴，只要有功于我大唐，为官5品以上，皆可入册。没错，以姓氏录为谱牒，再加以大力推广科举，相信以庶民为官者，今后将会压过士族门阀。从此以后，我大唐江山再不会受士族门阀所威胁。辛苦你了，媚娘。具体的编纂都由礼部完成，媚娘算不上辛苦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以你的性格，又怎么会假手于人呢？具体的工作是有人帮你完成，但是每一处细节，还不都得自己去处理。媚娘，这过百卷姓氏录，是你呕心沥血所得。想当年母后为父皇写下女则，也不过是如此。看，你才年过30旬，便已有了白发，这都是受我所累，为我操劳而得的。媚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媚娘是个贪心的人，自从感业寺出来，陛下一直对我很好。正如陛下所说，岁月催人老。我的鬓间已经开始长了白发，正在一天天的老去。若是我只甘心做一个以色侍人的宠妃，或者是太子的母亲，我跟陛下之间，也许终有色衰情尽的那一日。媚娘，说不定啊，哪一日便会有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取代了我在陛下心目中的位置。我不想有那么一日。我希望陛下一辈子都离不开我，所以，我不仅要做你的皇后，你的知己，我还要为你出谋划策，跟你并肩作战。我要成为陛下手中那把最锋利的剑，让陛下这一辈子都
都舍不得放下我。你呀，就是永远太低看了朕对你的感情。好，朕再说一次，朕永远都不会变。父亲大人，武后搞出一部什么姓氏录出来，代替氏族制，这分明是在向所有世家宣战。更荒谬的是，陛下居然命她冠以天后之名临朝。一个女人，怎能立于太极殿之上？那又有什么？你不是已经向他不宣而战了吗？父亲在说什么？孩儿不太明白。父亲大人息怒。为父早就教过你，当没有理由骗过对方的时候，就不要撒谎。孩儿承认，之前上官仪弹劾武后一事，孩儿确有参与。避重就轻，阙楼的刺客是谁派的？谁？是我。你们一共多少人？孩儿这密社共73人，都是各姓世家的少壮子弟。韦家、高家、韩家，还有来家，都有我们的人。父亲大人，孩儿知道自己胆大妄为，结党反对皇后，以形同谋反，污了父亲的贤臣之名。但是那武媚娘自称后伊始，便蛊惑陛下，提拔寒门来压制士族。如今又弄出个什么姓氏录来。若再不对付此女，关陇世家恐将烟消云散呐。也难为你，还能为关陇士族的未来着想。起来吧。谢父亲大人。真想不到啊！陛下竟然钟爱一个与我们为敌的女人，居然还让她进入朝堂，参议朝政。这样的错误该有个了断了，否则对大唐来讲是祸，绝非是福。我生你的气，不是因为你跟武媚娘对着干，而是未经缜密安排就贸然行事，实在让人失望。你知道吗？武媚娘已经搜罗证据，向我关陇士族发难了。提振精神，上路，不然的话，真要晚了册封大典了。儿臣拜见母后。来，起来。红儿，从今往后，你可就是大孩子了，切莫再像以前一样。你看，连帽冠都是歪的。母后，儿臣自己能行。一会儿册封大典的时候，要连续进行4个时辰，特别是最后在太极殿受封时，册封之礼不能间断。一会儿记得少喝点水，免得内急。母后，红儿，
无论你长到多大，不管是太子，还是日后贵为天子，在母后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孩子。军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戴王弘，志信仁孝，书智慧和，好礼无倦，强学不怠。今承华虚位，率土细心，筹资文武，贤所推戴。可以承天作二，可以手气承挑，永固百世，以真万国。一立弘为皇太子，可令所思，备礼册命。儿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媚娘，明日上朝时，朕打算提议，泰山封禅，由你来升坛主持亚献。陛下为何会有此提议？这种提议会招致群臣反对的。哼，就算他们想反对也没用。如今许敬宗与李义府已名列姓氏录，朕打算把他们尽快升位为相，顶了韩元、来济二人之缺。世家与庶族官员之间此消彼长，如今朕想做点什么，便从朝堂上能够得到非常足够的支持。那陛下也没有必要为了媚娘，修改了沿袭千年的礼仪啊。封为祭天之礼，禅为祭地之仪，坤为后土之德，本来就该由皇后来参与献祭。自此封禅大典上，朕为初献，你为亚献，诸王太妃为中献。朕就是想让全天下看到你在朕心目中有多么的重要。媚娘在陛下心目中有多么重要，媚娘自己知道就好了，不需要做给全天下人看啊。而且这段时间，陛下的风疾之症频发，已经在外面传开了。媚娘倒是觉得，此次封禅，从头至尾，应该全部由陛下主持完成。这样，既可以在百姓心中树立天子威仪，又可以向世人证明陛下的龙体康健。朕总是说不过你。好吧，亚献一事，朕心里有数，到时再说吧。那是因为媚娘总是比陛下说的有道理。是的，是。宠儿，此乃西域巧匠精心打造而成，体积狭小，极易藏匿，且单手就可以操控。它可以一箭射穿100步之外骑兵的盔甲，再加上这箭头上喂过毒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。
一剑毙命。还是试试。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老臣有奏。长孙太尉，请言。陛下，不日将举行封禅大典，老臣举荐皇后主持封禅亚献。长孙大人倒是说说看，皇后何德何能，竟能主持封禅大典？陛下受命于天，仁爱天下，致使我大唐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。此次封禅，乃是对天地护佑的答谢。而皇后与陛下原本就是一体，皇后参加封禅，那也就是分内之事。更何况，皇后帮助陛下管理后庭，那是有理有序，功绩卓越。故此，老臣举荐皇后主持封禅亚献。陛下，请为了大唐的国运昌盛，请陛下答应老臣的恳求。请陛下恩准。陛下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自陛下登基起，还鲜少与长孙大人不谋而合呢。媚娘，都何时了，还在说笑？此事又怎像是舅父的做派？如今门阀受重创，他更该视你为眼中钉，怎么可能会让你主持亚献？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我隐隐觉得，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般简单。他们想针对你，此行定然是个陷阱。若是真的想针对我，为什么不在暗中下手呢？为什么偏要在朝堂之上大张旗鼓？他是想要提醒我要有所防范。若是我不去，这些大臣们会认为我，甚至认为陛下对长孙大人心里仍有忌惮。陛下刚刚压制住了门阀的气焰，绝不能让他们死灰复燃。如此，朕便命苏定方布置羽林军，严控泰山，护你周全。朕绝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。没用的。泰山地势险峻，行至亚县所要经过的射手山，又有多处无法防范。而且长孙大人的门生遍布在羽林军中。虽然这几年陛下拔出了多个门阀统领，然而底下的势力肃清，才是艰难而又漫长的。若他真的想要动我，防不胜防。非去不可。陛下，你还记不记得永徽4年，高阳谋反，陛下决议要亲赴感业寺，媚娘也是这么拦着的。还记得那时你是怎么对媚娘回答的吗？朕说了，这是朕的结束，躲是躲不掉的。你呀，
你这种性格，看来朕说什么，你都不会听的，对吗？好吧，若是你执意要去亚县时，朕与你同行，时刻形影不离。朕也会为你备上金丝软甲，以防不测。陛下主持首县，媚娘主持亚县，必须分开，方为封禅之礼。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泰山一行，我有预感，若是过了此劫，大唐会有另外一番全新的风貌。但愿吧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释迦牟尼佛。回娘娘，是释迦牟尼佛，佛意是普度众生。普度众生。武媚娘！今为大唐除此妖妇！启禀王爷，泰山封禅仪式上，皇后遇刺。皇后怎样？皇后毫发未损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辛苦你了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毫发未损，毫发未损。陛下，别为此事思虑太多了，就让许敬宗他们去查吧。还需要查吗？登堂入殿的阴谋，堂而皇之的刺杀，这些关陇门阀，到底要把朕的威严置于何地？这把手弩，乃是西域工匠精心打造，坚固而威力巨大。这剑上面还抹了剧毒，当时刺客距我仅10步之遥，就算是穿了软甲，我也该必死无疑。也许是上苍护佑，是佛祖保护了你。是否是佛祖保佑也犹未可知。事后，我专门派人查了这把手弩。这把手弩上被人动过手脚，弦断了，并不是意外。陛下，有人想救我。你们疯了吗？本官乃太子洗马韦继方。韦大人，长安的羽林卫从来不曾封过，你东窗事发，随本官走吧。许大人，本官犯了什么罪？凭你一句话，只怕不配抓我。韦大人，陛下想知道泰山行宫的行刺都是如何安排的。微臣以为许大人得到的那封密信，虽然来路不明，可所录详细，言之凿凿，恐非简单伪造。所以，朕才派人拿下韦继方。若此信中所言为真，泰山封禅的行刺，确是由长孙无忌一手策划。韦继方等多名出身于门阀的大臣们，皆设身其中。这是朕削弱门阀的大好机会。事关重大，陛下可需与皇后共同商议。不必了。泰山行刺，皇后已经受了不少惊吓，让她安心静养吧。陛下，大理寺传来消息，韦继方招认，主事人却是长孙大人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派羽林卫将长孙相府包围。遵旨。久闻长孙大人近日都没怎么上早朝，静心在府内著书立说，一番辛苦之后，方才有这大唐新礼。你带着羽林卫将相府围住，就是来看此书的？不错。长孙大人，遥想您当年主持修订的唐律，提出以礼入刑，将礼法结合到了至真至善之境。实在是令人钦佩之极，所以一直希望有缘能够一睹大唐新礼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今日一看之后，为是让下官觉得大失所望。
愿闻其详。书中其他不够精准严谨之处，不提也罢。单只说这国序篇就不好。国序篇讲的是葬礼的礼仪，恰是本书的华彩之章，哪里不好？试问，这世上哪有君主还在世的时候，就制定驾崩之后礼仪的臣子呢？长孙大人，这恐怕有诅咒陛下早逝之嫌呐！你别血口喷人，休想把这种欲加之罪按在我父亲大人的头上。大人言重了，其实是陛下对此书甚为不满。长孙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您近日还是不要出门了，安心在府中修订此书。什么时候改好了，什么时候下官看过了，觉得没有问题，您再出门上朝。尤其是国序篇，卑职告辞。慢。依李大人方才所言，就连当今陛下都说此书乃不祥之书。老夫马上修改。长孙大人，您说笑了吧？此书扬言万言，岂是一时就能改得完的？长孙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自此，这世上再也没有国序篇这一书了。李大人，你可满意啊？满意，满意，卑职告退。父亲大人烧的可是自己一生的心血呀！这时事至此，你自己不动手，别人也会动手的。父亲大人，陛下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所以才找借口将我们软禁在此。他一定在搜集证据，难道我们就待在府里，坐以待毙吗？宠儿，切莫慌张，为夫自有办法。切记，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不要轻举妄动，学而不发，殆其事也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听说陛下佩玉灵位，将长孙大人囚禁于府中。韦继方已经招了泰山封禅的幕后黑手，确实救父。可是这件事情有点古怪，若幕后主使真的是长孙大人，我应该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可能。世事难料。也许这一切是运输使然吧。这是长孙大人写给陛下的信。9岁时，母后离世。我当时伏在母后的灵柩前，痛苦不止。便是舅父，哄得我破涕为笑。他告诉我，
母后只是熟睡，很快便醒过来。我信了。22岁那年，父皇驾崩，便在这殿的门口，我情绪极度崩溃。是舅父提醒我当天子的责任，绝不能示弱于人。永徽年间，我初登大宝，一听到有人告发他欲行不轨、独揽要权，我问都没问，便即刻将其处斩。当然，这信中也提及到他是如何护着我走上皇位。如果泰山封禅的幕后主使并非是长孙大人，那么他在给陛下的这封信中，若是有指责、埋怨、委屈，皆属人之常情啊。可是这信中丝毫没有这些内容，只是一味强调往昔的功绩与情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眼看罪行暴露，便先行告诉朕不可严惩他吗？即使在看见韦继芳的口供之时，朕仍盼着舅父是与此事无关。可是他如今的表现，陛下，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有必要见上长孙大人一面了？舅父曾是我的榜样，我的依靠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实非所愿。朕还是把……可是有些事情，总还是要面对的。就让媚娘带陛下走一趟吧。有一些疑惑，媚娘也想要听一下长孙大人的解释。那便辛苦你了。长孙大人好兴致啊！果然是皇后来了。长孙大人料定，本宫一定会来。请。昔日你我共同讨伐叛军，今日却兵戎相见。唉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无论你如何运筹帷幄，最终难挡时局的瞬息万变。皇后娘娘，老臣已在此久候了，只是不知今晚谁会来。大人，这一杯，媚娘敬你。你我二人争斗了这么多年，媚娘心里何尝不知，大人所做的这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先帝，为了他夙愿的盛世太平。为了这一片永固江山，先帝与大人是千古第一君臣，也是知己。皇后娘娘方才所言，让老夫倍感欣慰。作为一个女子，能够让老夫心生敬意，并与之甘愿对酌的，此生只有我的妹妹和皇后。大人，
陛下没有来，是因为他怕忆起往事，心中感怀，怕他若是来了，这心里面恐怕会更加难过。陛下心中难过，不仅仅是因为老臣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更重要的是，陛下认识到了世事无常，他要做一个好君王，就不能对我心慈手软。可我又是他的亲舅父，陛下深知，是老臣在先帝面前全力举荐，他才有了今日。陛下是心善的人。可是媚娘今天来，就是想来求一个真相。长孙大人，这泰山封禅的刺客，真的是你主使的吗？既然韦继方一人被抓，真相的败露也是迟早的事情。娘娘，这一切都是老夫安排的。不对呀，如果这一切都是长孙大人安排的，那么是谁在弓弦上做了手脚？又是谁让韦继方等人的刑案过程全部以密函的形式送给了许敬宗？本宫实在是想不通，在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人，可以在暗处把长孙大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？尤其是以大人一辈子宦海生涯的经历，你不可能不知道写了那封自陈之信，只会让陛下更加怀疑你。你怎么又会若无其事地站在本宫面前，就直陈自己是幕后真凶？长孙大人，若是本宫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确实是这次泰山行刺的幕后主使，但同时，也是你破坏了这次的计划。能告诉本宫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吗？大人，可否跟本宫去一个地方，我们借一步说话？赐座。谢娘娘赐座。敢问娘娘，此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心愿？媚娘此生所愿，便是为至情至爱，倾心相付。不管旁人如何看我，后人如何评说，媚娘就想这一生可以畅快淋漓。畅快淋漓？好一个畅快淋漓啊！皇后娘娘一个畅快淋漓，令我20载胆战心惊，如履薄冰啊！老臣毕生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做一个贤臣，为了大唐江山社稷，鞠躬尽瘁。从高祖皇帝晋阳起兵，历经3代，我与先帝出生入死，
拿下了这片江山。先帝大仁大义，把老臣封为凌烟阁24功臣之首。做臣子的，得到这份殊荣，此生再无遗憾。皇后娘娘，老臣倒有一事不明，敢问娘娘，明知道封禅有凶险，何必还去呢？只因媚娘想好好赌一把。赌？赌什么？赌在大人心里面，到底是礼堂设计重，还是关陇门阀重？我与娘娘斗了半生，多次把娘娘逼到凶险之境，可我却是为了礼堂的江山社稷啊！老夫之心，天地日月可见。只可惜啊，此一时彼一时。贞观年间，君臣上下一心，大人唯一可以担忧的，恐怕就是这所谓的天数。到如今，今日的媚娘，已经不是当初的媚娘了，而眼下的关陇门阀，也已失了当初的模样。是啊，皇后娘娘背负祸国之名，都救过先帝和陛下。可关陇门阀的上官仪之辈，竟然敢参阅弑君之刑。所以大人当机立断，在知道了此事的真相之后，大人起义，决定壮士断腕，毁掉了关陇门阀。正是。当年我统领关陇门阀，是为了给大唐培植一股力量。当初以为自己有能力来驾驭这辆马车，而可笑的是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这辆马车在驾驭我。更让老夫无法容忍的是，这股力量竟然变成了桎梏我大唐前行的枷锁。尤其是废太子李忠阙楼毒杀陛下，从那时起，老夫就下定了决心。大人如此行事，用心良苦，可是却也太委屈了自己。如果让陛下知道其中的真相的话，陛下肯定会……皇后娘娘，告诉陛下怎样一个真相，对大唐、对陛下更好。我相信，以娘娘的聪慧，一定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可是大人应该知道，如果我此言一出，从此史书上，大人便会从一代贤臣变为一代权臣，你的子子孙孙也会因此而蒙羞。大人，你当真一点都不在意吗？娘娘，老臣更加在意的是陛下的皇位和大唐江山社稷的稳固与延续。陛下如今所表现出的谋略与铁腕，都足以证明这一点。智奴长大了，他终究长大了。那么先帝交予老臣的辅佐之担，我就该卸下了。皇后娘娘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些年来，你辅佐陛下所做的一切，最终打消了老臣所有的顾虑。至于别人怎么说，那都是老臣身后之事，随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大人高义，请受媚娘一拜。娘娘，大人，你我二人虽然初衷有别，可是行至今日，我们所看重和守护的，
其实别无二致，终究还是殊途同归了。娘娘所言，令老臣深有同感。娘娘，你我争斗了一辈子，到了朋友变成了敌人，敌人变成了知己。好啊，可我老了，真的老了，也累了。日后守护礼堂的路，就靠您和陛下相携而行了。为了我大唐的万年永固，请受老臣一拜。舅父，他真的招了。长孙大人不仅主使了泰山封禅对臣妾的行刺，而且还联合韦继芳等人意图谋反。舅父身为国戚，顾命大臣，宠冠两朝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长孙大人原本想立陈王李忠为太子，如今太子被废，陛下又怀疑他，他的左膀右臂韩元、来济等人又连遭贬斥，长孙大人心中深感惶恐，才会做出如此愚行。他也表示了他悔之已晚。陛下想再见长孙大人一面吗？朕相信舅父此刻并不想见到朕。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长孙大人？长孙舅父的罪证已确凿无疑，可舅父对朕无情，朕却不能对他无义。免了他死罪，贬为扬州都督，终生不得回长安。其儿女死罪皆可免，流放岭外。可是长孙一系根深叶茂，势力庞大，须得小心他们借势反扑，即刻派夜使奔赴各地，把长孙一系的枝枝叶叶全部剪除。